比特币减半后，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比特币价格会到哪？到底是这轮牛市是否就结束了，还是还没开始呢？欢迎来到富可实验室，今天要与你分享比特币减半后的生态，到底有什么样的机会，适不适合你入场？废话不多说，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吧，走！对于一些刚进圈的人，我们就来快速讲解一下什么是减半。比特币每4年产量减半一次，从最早的50颗 BTC 持续减半到如今的 3.125 颗 BTC， 也就是说比特币的产量会越来越少。只要是需求持平或者是增加，以基本的供需原则来讲的话，比特币的价格都会持续被推高。但是会直接反映在价格上面吗？其实这并不必然，最主要还是要去看市场对于这个事件的反应。通常来说，比特币减半后的半年左右才会接近下一轮牛市的开端，毕竟市场也需要时间去调整。我们等等也会来与大家分享不同的变因，所以也请耐心的持续看到最后。但这一次的牛市和以往的牛市又有一点不太一样，最主要的就是机构进场了。进场了，要起飞了，抄底，给我抄起来，兄弟！今年的减半初期，比特币价格又被推上一波新高，直接破了前高点。最主要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系，美国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了，这代表是如果机构要建立起这个体系的话，就必须要买入等量的比特币。币圈的主导也会在这一轮的周期越来越偏向资方。币圈作为一个新兴的金融体系来说，对于传统金融的庞大资金涌入一定会起飞，但也就是机构进场之后，币价的价格也会趋近于稳定。这就好比早前美股一样，也是蛮荒世界，涨跌幅并不亚于如今的币圈。之后市场逐渐成熟后，才慢慢的趋近于稳定。如今机构进场，也代表着价格的主导权也慢慢的向资方靠拢。毕竟传统金融的体系不仅仅掌握庞大的资金以外，还有另外一个强而有力的工具，就是媒体。如果单论币价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很明显的发现，每当机构买超或卖超的时候，如今比特币的价格涨跌幅与机构的动作几乎是一样的。影片下方也会放上一个网站，可以去及时的观看机构的买超状况。对于中短期要交易比特币操作的人，一定会有一些帮助。那影片下方自己取用。而在影响价格之中，最大的意外就是矿工族群。我们知道比特币的网络其实是由矿工在运作和维护的，但如今减半后会有一些阵痛期。如今产量减少了，比特币的难度还是居高不下。目前比特币的产出一颗成本大约是落在$75,000左右。那接下来的半年也会有一大波的设备汰换潮。那如今挖矿的成本高，倒不如直接买币，所以接下来的矿工难度也会下降。毕竟产出的成本高于直接买的价格，那这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矿工进行关机。那这时候挖矿难度也会下降，直到趋近于现价。那另外接下来也会有更新的这个晶片产出，或者是更新的晶片订单需求来平衡这个比特币减半。所以接下来半年可能也会看到晶片的制造商订单的需求大增。所以你懂的，有些 Web2 的产业也能够间接的参与到币圈的涨跌幅。讲回来，最大的卖压也会是来自于矿工。因为矿工如果要持续挖矿的话，他就必须要汰换设备，而汰换设备就是一笔庞大的资金，而矿工真的要卖的话，也只有比特币。所以我们可以借鉴之前以太坊从可以挖矿的 POW 再转成不能挖矿的 POS， 矿工是卖了大量的以太坊来进行设备的算力转移。所以说没有直接搞崩以太坊，但确实限制了以太坊上涨的这个价格高度。那最主要的是，我们看到前面所提到的机构是否要吸这一些由矿工抛出来的 BTC。如果传统金融市场对于这块新兴的 BTC 资产有庞大的需求的话，会迫使机构加速的建仓 ETF 而购买更多的 BTC。但如果市场对于 BTC 的需求没有那么庞大的话，
机构可能会减款收取 BTC 的量，等到市场回撤之后再持续以更低的成本来进行建仓。这一轮确实还有一些新的叙事可以降低矿工的意外发生，也就是 Ordinals 或者是 Runes 的这个生态。毕竟这些热潮可以增加矿工的收益，像是大家在打铭文或者是符文的时候，链上的手续费也是提高了非常多，这样也会让单颗比特币产生的成本降低。当然这股热潮并不知道会持续多久，但如果真的是有机构要拉盘的话，也是等到汰换设备的震荡期过后，才有可能再把这个叙事搬上舞台。毕竟炒作都需要经费，但如果设备都早人一步汰换完成，算力有起来的话，并且让没有办法汰换设备的矿工关机来降低产出的难度，这时候再来一波炒作，这样获利也会更有成效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9月10月左右会不会来一波新的这个铭文或者是符文的热潮再现，也欢迎在影片下方分享一下你的看法。按照每轮减半的趋势，比特币都会持续向上。虽说各种比特币的信仰者都在吹得满天飞，像木头姐说一颗会上看大约380万美金，或者是其他也有人吹到100万。但我觉得上涨是趋势，但不可能在这一轮就直接达到那个价格。如果有的话，我请每个按赞本影片和留言的人出国玩。但话说回来，我自己觉得按照之前的经验来讲，合理的价格会落在大约是14到16万是一个顶点，但保守估计可以抓到大约12万左右。但也因为比特币减半的次数并不多，并不具有大量的数据作为参考，再加上前面所提到的机构进场，那吸收比特币的速度就取决于币价成长的速度，币价成长的速度就取决于机构吸收比特币的速度。但大方向的趋势高几率还是会持续上涨的。如果要操作的话，可以在每次机构持续卖超的时候接一点盘，因为机构如果要建立好它的 ETF 体系的话，势必要收取比特币现货，所以机构在大量卖超的时候再进去买比特币现货即可。等到市场再次狂热的时候，就可以把这些比特币卖回给机构。那今天是分享一些大趋势的看法，也是我个人的观点。但币价的因素其实影响的因素非常多，有政策上的因素，也有可能有市场上的突发状况，像是某某交易所倒闭可能会造成恐慌，或者是市场开始降息了，也是一个政策层面的利好因素。而我自己是觉得今年要降息可能会延后，毕竟降息意味着市场相对的疲弱，那需要政策层面上的辅助，让热钱回流到市场。但是别忘了今年美国选举，所以大选前应该不会有这种大规模影响的政策产出，并且不可能让大家觉得说市场疲弱。那接下来的 FOMC 的会议可能会排在年底之后了，那真正如果要降息的话，应该又会推后到2025年的春季左右。那么如果照我所推测的剧本走的话，接下来的一轮币圈的牛市真正启动的时间应该会是落在年底，然后接着降息的叙事，然后开始新一轮的狂暴大牛。那如果觉得今天有学到任何东西的话，或者是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也请别吝啬给我个赞，并且把影片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，让他在牛市也能靠到一笔钱。当然还是记得随时关注一下币圈的新闻，在库克实验室的 Discord 内或者是推特都会发布一些新消息，还有每周四的晚上9点都会有语音互动活动和盘势分析，千万别错过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